续上一个影片最后说的有点 drama 啦，这个自称这两段影片是他自己去拍的人。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当他知道 May 要把电话继续给 Bang Jack 的时候，他就去 message Bang Jack， 时间是2022年6月6号。他叫 Bang Jack 去看一下 Tengmo 的 Health App， 看一下案发当晚走了多少步。他也表示当下他不懂对话的人到底是不是 Bang Jack。之后 Bang Jack 就 add 他的 line 继续交谈。通话途中 Alice 听了对方的声音，就觉得是 Bang Jack 没有错。Alice 表示他住在 Charan 92附近而已，要不要帮 Bang Jack 拍一些附近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他非常乐意帮忙，而 Bang Jack 呢也让他拍了。他也拍了3段影片。Alice 说他并不认识 Bang Jack， 拍下这些影片也没有跟 Bang Jack 索取任何费用。被问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他以为 Bang Jack 是要帮忙 Tengmo 的案件的，因为 May 把电话寄给 Bang Jack， 所以他才会拍影片给 Bang Jack。 关于这3段影片为什么没有连接性，他说他分成3个影片，一个是走进 cafe 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5月12号，一个是驾着摩托的时候，时间是在2022年5月21号，而另一个是正要回家刚好路过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6月10号。Alice 表示他发给 Bang Jack 之后也有 post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他在此确认他只是想要帮忙 Tengmo 的案件的普通市民而已，也确认这3段影片是他拍的。另一方面 Professor Bante 表示他还不能说什么，大概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被证实，但是他并不相信 Alice 是影片的拍摄者，有可能是一个补充拍摄的影片，因为跟他们的影片不一样。Tengmo 电话里面的影片非常短，为什么 Alice 的那么长？而谁的影片是最先出现的？这部分是可以被验证的，就让 DSI 先检查再做定论。另一方面 Bang Jack 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Professor Bante 问了 Bang Jack 关于那2段影片，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影片，就是那个比较长的版本的。Bang Jack 确认那2段 Tengmo 电话里面的影片是非常短的，就只有10到15秒而已。他说早在3年前他发现了这段影片过后，他就已经把影片发布到 Happy Melon Page 了，还问大家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 Bang Jack 不懂。之后很多人就陆续去拍了那个地方，然后献给 Bang Jack 问他是这个地方吗？他表示他也不知道。之后也有很多人拿了他的影片去 edit， 补拍额外的影片做2次剪辑，然后 upload 上去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为了蹭流量以获取更多的粉丝，还有 view、like、share 等等。他说必须接受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很多人都这么做。至于这2段影片，他非常确定是在 Tengmo 电话里面找到的，可是问到是还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确认，但他真的是从里面找到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先检查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另外他也说他从来没有跟 Alice 交谈过，也没有叫 Alice 拍下这些影片给他，也在此确认他没有叫任何人去拍摄。记者说可是他们有证据证明他们2个人是有交谈过的。他说这些交谈的照片早前 Professor Bante 还有 Dr. Dawachai 已经给他看过了，他非常确定这个 profile 不是他。他也坚持说他并没有跟这个人交谈过。Alice 说交谈中 Bang Jack 曾经录过语音，如果真的是有这段语音，那就叫他打开语音放出来听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补充，如果 Alice 那么自信说那段影片是他自己拍的，最容易的就是让 Professor Bante 拿他的影片交给 DSI 检验。2月11号，关于这2个影片，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时间线。2022年5月12号晚上7点13分 ，Alice 拍了第1段影片。5月21号晚上10点20分，拍了第2段影片。6月6号联络 Bang Jack， 而这一点呢 ，Professor Bante 非常的好奇。他说 ，Alice 怎么会去拍那个地方先，然后才去找 Bang Jack 呢？而接受采访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说是 Bang Jack 叫他去拍摄的？这一点主持人问了 Alice。Alice 表示，当时看到新闻报道，找到 Tengmo 遗体的地方就在 Charan 92附近，所以他就去拍了，也没有想这样多。直到电话送给 Bang Jack 过后，才去联络他的。主持人就让 Alice 发他们之间的对话给他，其中包括 Bang Jack 叫他帮忙拍摄这个那个的，以及 Alice 之前确认把影片发给 Bang Jack 的 chat。来到这里呢，重点来了。Alice 说他找不到，不知道去了哪里。可是很搞笑的，他们之间的某个 chat他又能够发给 Channel 8， 所以这一点呢非常奇怪。再看看第3段影片，新闻台跟 Alice 索取证据证明这个影片是几时拍摄的，结果显示呢时间是6月10号下午3点05分，这个就不是很 make sense 了。你要怎样在晚上拍摄，可是 timestamp 是写着下午3点05分的嘞？Alice 给出的原因是，他可能把影片从别的地方 save 回来了，
因为他原本拿来拍摄原视频的电话不见了。OK， 蛮巧合的。之后他说他找到原视频在 IG， 结果显示 posting 时间是在5月12号晚上7点13分。这个也很搞笑啦，6月拍的，可是5月 post， 所以他是时光倒流吗？ Professor Bante 也证实了这2段影片确实是 Tangmore 电话里面的，时间是2022年2月24号10点19分以及10点22分。他们也检查了位置，确实是在 Charan 92。被问到怎么确认那个时间，第一 ，Bang Jack 已经出示了当天的证据，这是 Professor Bante 公开的原视频日期。第二 ，iPhone 里面有 timestamp， 很清楚知道影片是几时拍摄、什么时间、用什么相机、用什么 lens 等等。另一点 ，Professor Bante 说 ，Alice 接受访问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清楚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大概就是说有一点没有可信度啦。他也指出 Alice 到底是不是那个 page 的持有者，因为他们的脸不像，还有 Alice 的声音跟影片的人的声音根本也不一样。关于 Tangmore 的 iCloud 账号，坤说弟表示 Bang Jack 已经一早就换了账号的密码，可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 Tangmore 电话被带回到泰国的早上，有人试图用旧密码登入进去，结果系统就从 Bang Jack 那里 request OTP， 而 iPhone 也显示了是谁尝试登入 Tangmore iCloud 账号。他说试图登入的人是船上的某一个人，他不会说是谁，可是这个人的名字很清楚的写着。这个人发现后应该很震惊，所以马上关机。坤说弟说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把 Tangmore 电话资料删掉的人，而 Professor Bante 也在2月12号的时候公布了登入 iCloud 账号的人是谁。这里左边写着 Mutono 的就是尝试登入 iCloud 账号的人，而这个 iPad 的主人是一个有孩子的女人。他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可是也应该不难猜是谁啦。回到坤说弟，他说 Tangmore 的案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案件，因为涉及了很多部分以及非常多人，其中包括政治人物、警察、检察官、部长、律师、主持人、明星以及媒体等等，来帮忙船上的人 cover 这件事情。所有人的名字他都已经知道了，而且这个涉及的人数非常惊人，多达200个人涉及在内。而根据 Professor Bante 所说，已经有人开始坦白了。另外，坤说弟说，有个政治人物发简讯给 Tangmore 跟他索取照，他说他们有证据，而这个政治人物很常说的口头禅是“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虽然他没有说是谁，这件事情由于媒体有发布一个黑色影子的照片，那个 shape 看起来像是一个叫婉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就急忙的开直播澄清这件事情。坤婉说，任何 follow 他的人一看那个照片就知道是他。他也质问为什么坤说弟不要直接说出名字，让大多数的人都以为照片的影子是他。他表示某个媒体拿他的照片去做这件事情，他不能接受，因为会让他名誉受损。他说即使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现在已经被写下了一个标签，也就是一个威胁 Tangmore 的人。坤婉也跟 Tangmore 表示抱歉，他必须把他们之前的对话拿出来。总结这整个对话就是 Tangmore 去找坤婉，然后跟他询问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之后坤婉就发了一个律师的联络方式给他。对话中 Tangmore 也传了很多照片给他，那时候的照片跟现在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坤婉表示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仅此而已，没有删除或者是 censor 任何照片。他表示照片已经过期了，如果谁能把它 recover 回来，就请你们帮忙公开。如果大家想知道 Tangmore 询问他什么，可以去找 Lawyer Man， 因为是他负责这个案件的。之后 Lawyer Man 也证实了，确实是法律上的咨询，他也把对话公开给大家看。另外 Diana 也出来证实了这件事情。关于这一点 Professor Bante 澄清了，也代替坤说弟说明，他们并没有说这个政治人物是坤婉。另外，坤婉可能对于这个黑色影子的照片非常不满，坤婉认为这个黑色影子是他自己，可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懂是谁。再来他说坤说弟也不知道是谁做的，因为坤说弟跟这个媒体的 page 没有任何关联。同时间坤说弟也有自己的频道，仅此而已。其他的坤婉可以自己去找出那个人是谁，但是肯定不是坤说弟。坤说弟也没有叫任何人使用类似这样子的照片。另一方面，2月11号本来是 P 努要去 DSI 给予口供的日子，可是最后他没有去，而这件事情就有媒体把他报道为 DSI 发出传票，可是 P 努没有出现。对于此事 ，P 努表示这不是传票，DSI 让他对于 Tangmore 的案件协助调查，
今天他已经让他的法律团队去见 DSI， 并且提供了27个 Home Cruise 所有相关 Tang Mo 案件采访的影片，而他们也已经预定了某个时间协助调查。他请大家不要报道成为传票逮捕令，以免让别人产生误会。2月13号，昆索蒂在节目中说道 ，Paul 在2022年2月25号打了电话给某个政党的议员，名叫 Pirapan。根据 Kun Ajaria 所说 ，Pirapan 现在是其中一个泰国副总理。而在2022年2月25号的时候 ，Paul 和 Pirapan 通话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昆索蒂继续解释，他们当天的通话大概率不是为了问候彼此而打的电话。那时候 Paul 的内心肯定是充满了很多担忧。昆索蒂表示他不清楚他们说了什么，可是 Pirapan 最好可以解释清楚当天的通话是为了什么。他也表示为什么 Paul 会有 Pirapan 的电话号码。而这一点也就说明了 Paul 还有船上的人有很大的 connection， 因为他们认识很多人。他也很困惑为什么 Pirapan 突然间会被牵连在内。他说他会等 Pirapan 的解释。与此同时，新闻台就有去搜寻 Paul 的 Facebook， 结果显示他们有可能是认识的。在2024年5月28号的时候 ，Paul 上传了一些照片，关于类似拜神给予功德的照片。Pirapan 送了一束花给 Paul， 不只是 Pirapan。另外也有一个前任部长亲自到场送了礼物给 Paul。另一方面 ，Baxa 是 Tang Mo 的另一个 close friend， 他们在学生时期就认识了，他也曾经是 Tang Mo 的经纪人。那个时候 Tang Mo 跟 Dono 分手之后，他也没有经纪人。之后 Baxa 就跟 Gradik 一起当他的经纪人，3个人都非常亲近，还一起住在同一个屋子。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Baxa 就退出了，就让 Gradik 一个人照顾 Tang Mo。这3年来 ，Baxa 跟大家一样都很想知道真相是什么。期间，他就有问 Gradik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因为 Gradik 一直好像答非所问这样子。而最后 Gradik 也把他 unfriend 掉了。再来就是 Alice 出来推翻 Professor Bante 说的话。Alice 说 Professor Bante 给予的资料里面并没有 Lens 的 information， 而且时间上面也有问题。他认为 Bang Jack 有更改过时间。另外，他也说到 Bang Jack 的影片 file size 也太小了，只有 1.2 MB， 而且那个 resolution 是360，所以不太可能用 iPhone 13 Pro 拍的。iPhone 的 resolution 最低应该是720没有错，应该是不会有更低了的。他说如果这个 resolution 是真的，他会怀疑 Tang Mo 的电话是假的 iPhone。他也质疑为什么 Time Zone 会是在 Chicago， 也就是 Bang Jack 现在住的地方。他说如果影片是在泰国拍的，Time Zone 就会显示在泰国，所以并不合理。Alice 之后就在 Facebook 写了，单是这样就知道谁才是真的，你也不用恐吓我说 DSI 会调查我关于这件事情。像 Kun Ajaria 说的，他会让 DSI 来审问我 ，so that 他们可以拿回 bonus。意思就是如果 Alice 讲骗话的话，他们就会有多一个证据。Alice 说明天也可以，他依然坚持 Bang Jack 所谓从 Tang Mo 电话拿出来的影片是他拍的，声音也是他的声音。他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民出来证实自己的清白，可是每一次他的解释都受到很多不好的反馈或者是辱骂等等，他不能接受。另外他也已经报警了。另一方面，新闻主持人也尝试用了自己的影片来做实验。影片是主持人弟弟在2024年11月去韩国的时候拍的，打开后 Time Zone 显示 GMT 09，也就是韩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哪里拍摄，你的照片 Time Zone 就会显示照片是在哪一个国家拍摄的。可是之后他们咨询了一个叫 Lam 的人， Lam 就告诉他们 Time Zone 会改变当影片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发过去的。如果问他 Tang Mo 电话里面的 Time Zone 有没有可能会显示 Chicago， 他说是有可能的，比如用同一个 iCloud 在不同的电话，一个在泰国，一个在美国，当把 iCloud 里面的资料导出来的时候 Time Zone 就会显示在美国。另外，记者也联络了 Bang Jack。Bang Jack 说什么原因要让他去制造这些证据，而且资料上面显示的 original 是没有办法被更改的。那我们 restore 任何东西 from iCloud， Time Zone 会根据你在哪里而改变。如果他现在从 Chicago 飞去 New York， 那个 Time Zone 也会马上改变。Bang Jack 不是很在乎 Alice 报警，他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来证明看这影片到底是谁的。另一方面 Mr. Ig 也说了，影片是从 iCloud recover 的。然后当 Bang Jack 用来发送时，影片又会再一次被压缩，所以 resolution 如果是360是正常的。另外他说其实这个证据可能也用不了，因为资料是可以在 metadata 更改的。
另一方面，他今天有到 DSI 协助调查。他说当时接到报告的时候，是说有人从船上掉下河，是从一艘沙船掉下去的。那个人掉下去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所以需要他们去寻找。可是那个告诉他的人并没有说明是谁掉下去，而这个 statement 呢，也是他一开始时候听到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10点40分这样。之后他们就去到处寻找，可是什么都找不到。而附近的村民也没有人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其中一个搜救员看到一艘船一直在那个河中心那边来来回回，他就用手电筒把那艘船叫过来，之后就问他们是有什么事情吗？因为看见他们一直来来回回。之后有一个像女生的人就问了搜救员有没有船，搜救员表示他只是来这里检查，因为听到有人从船上掉下来。而这个女生呢就跟他讲，如果没有船的话那没有关系，他们自己找，然后就继续去寻找了。当时这个女生并没有告诉他有人掉下河，拜托一起帮忙寻找。而当下这个搜救员就马上报警，而泰当时是在寻找掉下河的人。之后警方有把泰叫过来说明状况，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走过来跟警方讲，浓模从船上掉下来。泰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大概是因为没有说全名。当下警方就让搜救人员准备船还有潜水员去寻找。被问到从沙船掉下来这个是新的 info 吗？泰表示当时被告知有人从沙船掉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他就问对方从船上掉下来死掉还是从沙船掉下来。对方就告诉他从沙船掉下来。被问到还记得当天 Demo 穿着的配饰是什么吗？而配饰都还有在吗？泰表示都有，项链耳环都还有在。他说他也有被问到 as 一直都在收集遗体的人，他有没有收集过很多掉进水里的遗体。他表示有拖过很多自然或者非自然被人杀害丢进水里的，又或者是100多个海啸罹难者。他表示海啸罹难者呢就是溺水身亡，他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皮肤的状况，身体是长什么样子的。可是 Demo 下半身的腿完全没有在水中浸泡过2天的痕迹，脚平滑到像刚刚死掉一样，可是脸部就非常凌乱，胸口就伤痕累累。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溺水，88%的皮肤颜色会是一样的，因为整个身体都在水里面。关于绳子为什么会绑住 Demo， 他表示这件事情也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他说这个绳子确实是搜救队的绳子，因为他们绑的时候会用特定的符号，它是用来救人的绳子。至于为什么要绑着 Demo 的身体，他就讲这样说吧，如果他们要去救人或者是收集在河流上的遗体，找到遗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绑起来，因为第一，如果不绑起来或者是做记号，他们就会一直跟着水流飘走，那他们当时给的地标就可能是不正确的。第二，当时的搜救队也是为了要避免 Demo 的遗体跟着水流飘走，所以才绑的。他也去问了当时的那个搜救员，而这个搜救员也说是他绑的没有错。被问到一开始最早期警方有没有联系过他询问状况，他表示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 DSI 的警员让他协助调查。他说事情发生后的2-3天，第一区指挥官有打电话给他，让他解释伤口的状况，说的案件可以越来越清晰，也要看一下到底警方看到的伤口是不是真的像泰所说的一样。泰告诉他，如果他看到的，他就会讲；如果是他不清楚的，他就不会回答，因为他不确定。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深入的对话，而今天是最深入的，因为 DSI 还有给他看一些插图，让他更加清楚记得哪个位置有伤口，哪个位置没有伤口。当 DSI 问到昆爽 pond 船上的人的时候也一样，当时泰的下属不小心撞到昆爽 pond， 昆爽 pond 就转身骂他为什么这样子开船的，叫他小心一点。泰当时就向昆爽 pond 道歉，因为那个浪的关系所以不小心撞到。DSI 警员问他昆爽 pond 船上有多少个下属，还能记得吗？泰想了一下说有3个，全部都是男生。之后 DSI 警员就把照片拿给他看，确实是3个人在船上。泰表示 DSI 警员会先问他问题，再给他看照片，so that他们知道泰讲错哪些东西。另外他说如果普通刀刺进皮肤再抽出来，那个肉肯定是 stuck 在皮肤里面的，它不会跟着那把刀一起被拉出来。能做到的只有凹槽的利器，才会在把利器抽出来的时候，连皮肤、脂肪、肉等等很多东西都会一起拉出来。他说螺旋桨并没有这种凹槽，所以不可能是螺旋桨。关于昆爽 pond 他找到尸体后把他拖回去给其他人知道，这是正常的嘛，是良好市民会做的嘛。他表示昆爽 pond 可能稍微做错了一些事情，
他说，当你在某个地方找到受害者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碰到他们，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都不可以碰，因为肯定会有 DNA 或者是指纹在身上或者是衣服上面。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好市民，他只需要报警，然后等他们来到案发现场。被问到会不会觉得不寻常，他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可是昆爽坡一下子就找到了。说他们一共有40-50个搜救人员，包括其他的搜救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找不到。但是昆爽坡他们只是转了2-3圈就找到了。那时候泰就觉得他们也是有经过那里，可是为什么会没有找到呢？他也再一次强调，当他们把丹莫翻过来的时候，他非常确定它上面的牙齿是断掉的。一开始打开丹莫的嘴巴的时候，以为是泥，可是看仔细一点，发现丹莫牙齿也断了。被问到有被人家恐吓吗？他说没有，除了一个人，一个什么都知道，除了不知道真相的律师。May让他当代表律师。当泰接受访问提供资料的时候，这个律师就说有个搜救员明星出来提供资料，如果你说的不是事实，或者你捏造事实，我就会黏着你，立刻把这个人送进监狱里面。而他也相信这个律师大家都知道是谁啦。以往在红 Crusade 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 Dangmo 是被骗上船的，说是因为聚会，实际上是接工作。Paul 表示他跟 Dangmo 在16岁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他刚进入娱乐圈，他跟 Dangmo 都在模特的领域。每当他们面试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坐着等，也因此开始说话才认识对方。认识期间呢，他没有追求过 Dangmo， 他们之间呢也会用估蒙。这个 boat trip 的开始是因为看到 Gradik 的 Facebook post， 所以他就去 comment 之类的。之后他就在 Line 找 Gradik 聊天。聊天途中 Paul 说他有空闲时间，想要找旧朋友见面叙旧，因为很久没有见了。Gradik 就去问了其他人，当时有4个人，也就是 Gradik、K、Dangmo 还有一个 Gradik 自己的朋友 Noi。 要出发的前一天， K 因为工作需要待在昌麦，所以没有去。 Gradik 就说那就邀请 Sam 一起去吧，最后也就他们4个。有些人说 Gradik 欺骗 Dangmo 上船，他表示 Dangmo 是他的朋友，骗他做什么？他从来没有骗过朋友的，他们是认识对方的，是有证据的，可是从来没有被公开让任何人看过。案发当天带了 Sam 过后，6点30分就去了餐厅吃饭，8点去了拉玛巴桥，在餐厅喝了香槟，回程途中也喝了红酒。对于大众的质疑，为什么不穿救生衣？ Gradik 表示他们出去想要拍照，因为很难拍照，而大家都有一直在拍照，他们也没有想这么多，也认为不是 Banana Boat， 所以觉得并不危险。他说他真是很愚蠢，会这么想。